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是美国军舰开进美济礁12海里的用意，第二个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拐点信号。第二个主题呢，主要是有一些数据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数据对房地产的影响很大。那也没有太突出的议题，因为这个议题我们之前讲过啊，不过是个后续跟进。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讲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和这个亚洲的这个地缘政治啊。那么这个议题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讲，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重点还是在中国啊，那么主要是围绕着习近平的连任，以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那但是现在这个美国终于从这个阿富汗撤出来了。美国从阿富汗撤出来之后，现在的问题，现在的焦点又回到哪里？又回到中美关系啊。那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看中美关系。美国海军9月8号宣布啊，派遣本福德号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美斯奇夫礁啊，也就是中国的美济礁12海里内，这是12海里内啊，实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啊。第7舰队发表声明说，依照联合国海洋公约像美斯奇夫礁这样的低潮高地，在高潮时淹没在水下，因此不能产生领海。所以呢，美斯奇夫礁上的填海造地设施的建设不能改变这一规则的适用。然后第7舰队的声明说，本福德号驱逐舰实施的这次航行自由是美军在南中国海和整个地区日常行动的一部分。这些基于法治的行动是和平的，不针对也不偏袒某个国家，展示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的合法使用海洋的权利和自由。他讲得很清楚这个礁不能产生领海。然后中国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表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南沙美济礁附近领海的美国军舰进行了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声明说，美方大搞航行霸权制造军事化南海军事化，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声明还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那么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9月1号，9月1号，中国实施这个海上交通法，那么要求5种船只进入中国领海的时候，需要向中国通报申请，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刚刚完成。那么拜登政府的理由，当然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的理由是要集中力量和资源应对更严重的威胁，当然讲的是中国和俄罗斯。那么这主要的2个背景是这2个背景。那么这次军舰那么开到哪里呢？开到美济礁的12海里以内，直接开到12海，它不是说普通的水域它是直接开到12海里以内这个声明讲得很清楚，开到这里面去了。那么按照国际海洋公约，这个12海里是领海，就是如果这个岛屿或者这个领土是你的领土的话，那么领土往外12海里都是属于你的领海。那么这个美国的导弹驱逐舰直接开到12海里以内，意思就是这不是你的领海。为什么？因为这不具有领土概念。那么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中国不是刚刚通过了海上交通法啊？理论上，如果这是你的领海，你应该采取强硬的措施。那么中国说警告驱离，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航母在那里冒着烟在水上漂，就那样，你还警告驱离，大概也就自己安慰自己啊。中国在2015年开始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啊，包括美济礁。那么国际仲裁法庭在2016年7月作出裁决啊，裁定中国称的这个美济礁、仁爱礁啊、朱碧礁为低潮高地。什么叫低潮高地？就是当它潮落的时候，这个地方就露出水面；当潮涨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个看不到陆地，所以不能产生领海。就说你这个地方，你就算你占领它，你也不能产生领海。然后中国就在一个地方围着这个美济礁就盖了一大片的填海造地，造出一大片，甚至在这些地方修这个机场。那么在这个国际仲裁法庭作出裁决4周年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7月13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确认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海洋权利主张完全不合法，那么谴责中国使用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那么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整个的背景。那么毫无疑问，对于美国来说，南中国海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点。为什么？因为南中国海是整个印太地区的一个交汇中心啊。那么好，美国会在这个区域持续的投入资源，向中国施加压力啊。那么你可以看这个把军舰开到美济礁的12海里，当然就是冲着刚刚通过的海上交通法啊。那么也是什么呢？也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那么要向中国展示强硬的态度。那一方面舒缓国内的政治压力，另外一方面向日本、台湾提供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援啊。因为你可以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啊，中国在台湾海峡向台湾方面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一天19架这个飞机啊，这个进入这个军事识别区、防空识别区。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阿富汗战争结束了啊。那么拜登到底对中国这个大议题怎么说啊？那么他到底会采取什么行动？那么今天呢，《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今天发表一篇文章，这正好符合我们的预期啊。这篇文章题目叫《从反恐战争转向对华战争？》讲这个议题啊，就是说拜登政府到底会怎么办，或者说美国该怎么办啊？最吸引我的一句话，那文章里面最吸引我的一句话是，把与中国的对抗变成美国总统与中国主席的对抗啊。现在美国人已经改过来了，不叫中国总统啊，中国主席啊，因为总统是选举的，主席不是。我选中间的3段，来讲这篇文章。第一段，他说，在经历了为期20年的建国实践失败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这让许多美国人和分析人士说，早知如此，我们就不会走这条路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但他仍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会让我们可能在20年后回顾的时候说，早知如此，我们根本不会走上这条路？我的答案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要重新审视
美国的对外政策，防止20年以后后悔。核心的议题是什么？中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不是他文章第二，我节选下来的第二段。他说，习近平主席的领导战略把共产党的控制延伸到中国社会、文化和商业的每一个角落，这扭转了自1979年以来中国逐渐向世界开放的趋势。再加上习近平让中国绝不能再依赖美国的先进技术的决心，以及北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购买、窃取、复制、发明或者是恐吓，达到这个目的。所有这些让中国变得更具有侵略性。但习近平这一手玩得过头了，窃取美国技术和对美国机构的渗透程度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容忍。更不用说中国决定扼杀香港民主，消灭中国西部维吾尔穆斯林文化，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战狼外交恐吓，要求对武汉新冠病毒起源进行适当调查的邻国，例如澳大利亚。习近平正在让整个西方世界反对中国，反对到什么程度？我们将在中国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时候会看到，并促使美国总统及其前任将对抗中国确定为美国的第一战略目标。但是，我们真的仔细考虑过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吗？这是第二段我选的。第三段，地缘政治咨询公司的创办人叫穆萨维扎德建议，如果我们现在要将关注点从中东转移到对抗中国不可逆转的战略上，我们应该先问3个基本问题：第一，了解中国多少？第二，这3点是我概括的。第二，我们和盟友的利益是否一致？第三，与中国对抗与国内修复的关系。无论如何，在我们从反恐战争转向对华战争之前，以上是我会先考虑的事情。让我们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子孙会在2041年感谢我们。这是弗里德曼的文章的主要的内容。这篇文章有没有答案？他没有提供答案，他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这个中东转移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想好了吗？我们想清楚了没有？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的精英们到底有没有下决心的问题。我的看法有4点。第一点，美国的精英们看到了习近平的危害，他们看到了危害，觉得这件事情不好，对我有影响，会损害我的利益，他看到了危害，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结果，后果，他们没有看到后果，就是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了之后，后果会什么样，他们没看到，就是缺乏远见，就简单的讲，缺乏远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精英们的最大的恐惧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对中国的不了解，他们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还是不了解，这第二个。第三个，利益和代价是核心纠结。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拜登政府的这个采取的行动，你可以看到，其实反映了美国精英们的这种纠结。这些纠结涉及到2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利益，第二个就是代价。这是他们纠结的原因。第4个，美国到现在还没有适应过来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当然，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核心的原因是过去4年美国优先战略引发的整个国际政治的变化，美国自己还没适应过来，就这4个问题。那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对中国来说，在它的地缘政治的核心方向是什么？台湾。台湾既是一个政治议题，也是一个确实现有实际的地缘政治问题，对中国来说。那么当美国在推动另外一个发展，中国现在更麻烦，
麻烦是什么？中国现在遇到的更大的麻烦，不是台湾，也不是美国，其实是日本。日本现在更麻烦。那么我们从头开始讲，菅义伟首相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访问美国。访问美国，实际上日本跟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协调一致，然后这件事情就开始启动，这是所有一切的开始。那么菅义伟首相访问美国之后，日本开始转向。日本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转向的过程非常的快，大概我相信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是日本就开始转向。然后就是现在的发展是什么呢？东京奥运会之后，菅义伟首相宣布我不选了，就是他准备退了。那么退之后，他准备退呢，就日本这个就出来，这个自民党总裁就有3个候选人就出来选。那么一个是河野太郎，河野太郎是行政改革大臣兼新冠疫苗担当大臣。这个河野太郎现在还没宣布，但是理论上应该他会在911宣布。另外一个就是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还有一个就是前总务相高市早苗。那么河野太郎他在2017年到2019年任这个外务大臣，就是外交部长。那个时候跟中国关系还可以，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那段时间就是日本很想跟中国改善和中国关系的时候，那段时候。那么河野太郎和北京的关系还不错，但核心的问题是他要完成这个任务。到了2019年到2020年的时候，他改任什么呢？改任防卫大臣。防卫大臣就是国防部长，就成了真正的鹰派。他经常强调要出动自卫队的飞机，阻止中国战机的紧急情况。那么他也认为这个中国是主要的威胁，明确的支持日本加入五眼联盟，变成第6眼。然后他还登上这个日本最西端的这个与那国岛宫古岛视察自卫队。反正他非常强硬，河野太郎对华非常强硬。这是一个候选人。另外一个候选人叫岸田文雄是前首相安倍晋三这个支持的候选人。他们这个岸田文雄呢，第一亲台，第二他明确表示，如果他执政，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对付中国，所以你看他有多强硬。然后他提出几点，就是提出要和美国、欧洲、印度、澳大利亚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合作，反对专制政权，利用这个保护这个普世的价值观。这是岸田文雄。然后就是高市早苗呢，属于极右派。定期参拜靖国神社。然后他要应对中国威胁，应该投资先进的无人机技术和精确导弹。总之呢，3个候选人一个比一个强硬。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看，其实美国推动日本走到台海的领域去，改变了整个的局势。那么昨天呢，日本的每日新闻刊登了这个采访这个防卫大臣岸信夫是安倍晋三的弟弟。他做国防部长，现在的国防部长，他对他做了一个专访。你看一下岸信夫的说法，你就知道日本的态度。
他说，当前日本安保环境愈加严峻，日本没有时间犹豫。2021年防卫白皮书说，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增强，在东海、南海、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越发频繁，中美军事均衡出现变化，很有可能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影响。中国2021年国防预算是日本的4倍，拥有第4、第5代战斗机和现代海军力量，是日本安保环境强大的隐患。因此，日本国防预算将不限于小于GDP 1%的规定。防卫省将继续申请增加预算，增强防卫能力。迄今为止，日本一直致力于整备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增强防卫与迎击能力。但是，仅增强迎击能力是否足以保护日本国民呢？日本是否应该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就开始改变战略方向了啊！日本正在进一步探讨。虽然不能保证在今年年底举行的美日2+2防长加外长会议是否就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得出具体结论，但当前日本安保环境日加严峻的形势，日本不能够犹豫了。在台湾问题上，他这么说：日本与台湾距离十分近，台湾发生的事情，日本无法置身事外。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是日本的重要盟友。台湾局势的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很重要。这就是岸信夫的采访。你看岸信夫的采访，你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在应对中国和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好，自民党外交部会会长参议员佐藤正久8号出席这个台湾国策研究所举办的座谈会，他说了一番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企图拿下台湾而且这个时间点就是2022年到2027年这5年期间是最重要的时刻这个预期就是这个20大之后20大的连任之后那么对台湾会施加更大的压力。现在时间已经很短了，所以日本也感到紧迫性的危机感。那么日本要先想定好一个战略情景，就是台海有事的时候，朝鲜可能在朝鲜半岛挑起事端，俄罗斯也可能在日本的北方领土趁虚而入所以呢，日本要首先制定好对策，在台湾有事的紧急情况下那么日本需要做好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威胁所以台日要提升自己的防卫能力，让美国政府和国会看到台日维护自身区域安全稳定的决心，美国才会容易承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所以呢，他强调美日台应该尽速成立外交、国防、防卫合作机制这是他的看法。然后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秀太中山秀太之前也是发表过一些很激进的言论他这么说，他说美国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其中一个原因是维持亚太地区稳定，把军事力量集中在亚太地区。现在台海地区很像一个新的爆发点那么自民党也意识到这边情况的紧急性。现在台海地区不仅日本、美国关注，也受欧洲其他国家关注，各国必须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他说，台湾跟日本距离非常近，最近只有110公里，所以日本会把台湾和平稳定当作自己的事台湾和日本的距离就像嘴巴和鼻尖那么近，所以日本媒体把台湾当作重要议题来讨论。日本将面临选举，台湾议题在自民党会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几点，第一个，日本已经主动的站到了对抗中国的第一线。我们在3个月之前，你看日本的态度还是非常模糊的，但是现在态度非常的清晰啊，他主动的站到了第一线，这第一个。第二个，日本开始主动介入台湾海峡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日本开始利用中国威胁论重新武装自己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远比美国来的直接啊？为什么？因为日本更了解中国啊，这个我就不说原因了，大家很清楚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朝鲜，朝鲜半岛啊。那么韩联社报道说，韩国外交部长郑义溶将于9月15号，这个9月15号是王毅去韩国访问啊。那么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王毅可能会在会见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时候，邀请文在寅在参加明年的北京冬奥会啊，参加冬奥会趁机访华，会做一个这样的动作。那么韩国的态度就非常的关键啊！你现在看，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核心的盟友当然是日本，韩国也是盟友。那么韩国现在国内也开始有争论啊，关于这个韩国到底该怎么定位的问题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啊，中国在持续的拉什么？拉两头，一头是东南亚，一头是韩国，日本已经不做希望了啊，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态势。好，我今天第二个主题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房地产。我们之前做过一个专题，就是讲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拐点啊。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不是想重复那个主题，而是有一些拐点信号出来。拐点是我们讲，拐点其实讲的是一个大势啊，中国房地产的大势已经开始拐了啊，就像有点像那个拐了，开始拐了啊，这是一个。但是呢，拐点信号是什么？我们先说这一轮房地产市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涨起来？大概应该是从2015年的年初啊，这个3月30号出政策，3月30号出的政策，然后这房地产开始起来。那么到现在有多长时间？6年时间。我说这一轮啊，我们有很多轮，其实大势是在涨，但是每一轮又不同啊。那么这一轮的上涨周期已经创造历史记录，因为一口气涨了6年，持续涨不回头啊。那么今年7月份啊，到了7月份、7、8月份，实际上那些数据出来，就出现了一些新的数据啊。这个信号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数据。那么第一个数据是什么？第一个数据就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1到7月份，增长12.7%，两年平均增长8%。那么增速比上半年，就是1到6月份，回落了0.2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落。房地产投资啊，那么其中住宅投资连续3个月回落啊，这第一个。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房地产施工面积持续下降，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也持续下降，都在回落啊，都在回落。这是一头，就是说房地产投资在回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土地市场啊，土地市场1到7月份，房地产开发购买的土地面积是876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9.3%，很明显的下降。成交价格也下降4.8%啊，这是第二个，就是房地产企业购买土地啊，房地产市场核心的资源就是土地啊，
当它开始减少买地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市场在往下走。第三个就是融资啊，融资呢，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的资金是11万8900亿，增长是18.2%，那么2年平均增长9.2%。那么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定金和预收款连续2个月都下降啊，其中销售回款呈现回落的趋势啊，这是第三个，就是资金在回落啊。第四个就是房地产销售啊，那么1到7月份，房地产销售面积、房地产销售额连续2个月下降。那么大概就是这样，销售面积下降，销售金额也在就是增速下降，不是下跌啊。那么这4个方面反映出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拐点，它是一个信号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讲房地产资金的问题啊，就是说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今年上半年开始到现在都在做一个动作，控制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然后他这个银保监会9月7号就说，他说我们有5个持续下降。第一个，房地产贷款增速8年新低啊。那么银行业在房地产贷款的增长率是8.7%啊，连续创8年新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地产集中度连续10个月下降啊，因为持续下了规定，然后就持续在下降。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减幅达到0.95%啊。房地产信托从2019年6月份持续下降啊，那么信托余额比去年同期下降15%。第四是理财产品投向房地产的非标资产规模近1年来持续下降啊，理财产品余额也减少了42%。第五，银行通过特定目的的载体投向房地产领域的规模呈现连续18个月的下降，那么这个业务规模减少了27%啊。总之呢，一点就是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在下降啊。房地产的属性是商品属性、投资品的属性。当资金进入这个市场的规模在减少的时候，那么拐点的信号就出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市场会经历3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什么？第一个阶段我们讲地产信仰的破灭啊，这是我们之前做这个专题里面讲的主题。地产信仰的破灭会改变什么？改变投资者的看法。原来都觉得房地产买了房子就挣，那现在这个信仰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房子开始跌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市场信号的出现，就是我们今天讲。然后第3步会出现什么？部分市场开始崩塌啊，某些城市的某个片区开始出现崩塌，那么慢慢的就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这就是房地产拐点信号出现，我们今天做个跟进和补充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鸣谢一下 Helen 谢谢 Jackie 平谢谢。好观点，美国精英不是没有远见，世界上没有人是真的傻子，更不用说傻了几十年还接着傻。福山8月中在《经济学人》发文，认为美国最大的挑战取决于能不能解决国内问题。如果美国国内党争如此激烈，连打疫苗这种事情都拿来做政治文章，那必然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更别提
舍弃利益全力对抗中国，国内政治糜烂，对外政策也必然有效不了。嗯，我不同意福山的观点。啊，为什么哈？是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现在党争非常激烈，而且争到已经，你说用糜烂，我觉得不过分啊。但是民主党、共和党他们有个共识，他们在所有的议题上全部对抗，只有一个议题是他们有共识，就是对抗中国。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不能拿来说的啊。就是说，对于民主党来说，对于拜登政府来说，他要获得政治上的利益，他就简单做一件事情，就是出政策对抗中国。这是当初，川普政府在他最后的执政周期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他发现只要出对华政策强硬的动作，他就能得分，所以他不断的出政策，虽然很多政策不是那么管用，但是他照出不误。所以呢，我不觉得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党争会影响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整体的对华政策有多大影响，我不觉得。情况听了王先生的建议，开始抛售在深圳前海南山的几套房，可惜还是太晚了，已经卖不出去了现在是有点难，挂低几个价位呗现在有点晚了，如果早3个月的话，可能情况会好一点，可能得早上小半年才行啊。请问王老师，政府是不是可以通过调整政策缓解房地产崩盘的趋势？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很大程度是政府有意识的调控，压低房子售价。你看哈，这里面有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房价跌的时候，大家觉得政府呢可以控制得了；房价涨的时候呢，大家觉得政府控制不了。为什么？为什么总是会这么矛盾啊？房价跌的时候，大家觉得政府只要把限制措施一放开，房价就涨；但是房价涨的时候，没有人觉得政府能够控制得住。理论上来说，你说政府如果能够控制房价的话，涨也好，跌也好，都能控制得住。我还是那句话，老实讲，你可以看政府的这几十年的调控，调了几十年都没调控了啊。说调控房价越调越涨，越调越涨，所以我也不觉得它能够解决。政府对房价，它采取了很多的行政手段，但是都没控制得住。如果真的房地产出现了拐点，它也控制不住。跟嗯，为什么？我还是那句话3个基本条件，看中国房地产有3个基本条件。第一个，看资金因为它是投资品，资金是第一位看资金第二个看什么？第二个看需求第二个看需求。第三看什么？第三看购买力从这3个角度来看，中国房价必跌无疑。那么政府用什么调控手段都控制不住，没有用。现在中国城市居民的这个房屋购买率已经超过96%，那你想想购买率多少？没有多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现在的你可以看，从去年到现在，政府是在去杠杆。从去年的年底开始，政府一直在去杠杆。为什么要去杠杆？不去杠杆扛不住，否则你可以看，现在 CPI 是1%，PPI 是8%到9%，甚至有可能更高。如果它不再去杠，如果不是过去半年，人民银行在去杠杆的话，CPI 就不是1%。所以实际上呢，它去杠杆的过程，他是觉得通胀要上来，
所以呢，早早的开始去杠杆。那你想一下，去杠杆的后果是什么？去杠杆的后果就是资金会减少。那么它有没有条件放松银根？我觉得它放松银根也没问题，但是通胀会上去，因为 PPI 这么高，PPI 这么高，你一放松银根就会上去。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他现在很为难，人民银行很为难，为难在哪儿？他不放松银根，经济死在这儿；放松银根，通胀上去了，他也控制不了。人民币汇率还是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你想一下，后面的最大的情况是，美国会慢慢的收紧银根，美国经济开始慢慢的复苏，它开始收紧银根。美国过去一段时间不断的大水漫灌，美汇指数持续下跌，人民币才稳在这里。如果美元开始收紧银根，美汇指数开始往上走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民银行如果再放水，那人民币汇率怎么办？控制不了。所以这一块我是觉得大家要明白，这些因素全部都是关联，而且特别是下半年，大家对中国出口都不抱什么希望那么这心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人民币汇率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政府当然现在应该慢慢的去除一些调控手段，会吗？我不觉得啊。这个习近平不把那个房住不炒的政策给它删掉，底下人也不敢动。所以我不觉得我相信他在未来1到2个季度之内，他不会把这个去掉。他不去掉的话，正好市场借着这个势头往下跌一下。情况昨天在上海长宁区核心地段，几个老年人说，他们认识的人卖了一套房，比当年买进来的价格少了200万，首付直接就没了。我7月被裁员，最近一边找工作一边锻炼身体。8月中的时候，健身房工作日的白天还看不到什么年轻人，最近几周每天白天都能看到很多年轻人。虽然他们封口，但是真相总会以各种生活中的点滴出现，那是生活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情况今天从朋友那里得知，恒大的理财产品恒大财富已经爆雷，已经有投资者在群里发起维权，也有投资者拿不到钱跳楼。是吗？跳楼？恒大今天有一条新闻，我没做没讲就是惠誉把它的恒大的这个评级降到了 CC 原来是 CC 加3个 CCC 加，现在降到了 CC 那么实际上呢，惠誉也好，这个其他的2个这个评级机构都在把这个恒大的债券评级在往下降。往下降其实没有意义，因为恒大已经借不到钱，在海外市场就是外汇已经借不到钱，而且他借钱也得申请，人民银行肯定不会批他借外债，所以他已经在市场上在海外市场上借不到钱。因为我印象中去年恒大发行债券的利率达到了13点几，13.6不到13.2，你想一下，发行债券要发行，它的利率达到了13点几，你想它的评级到哪去了？所以可见它的风险有多高，也可见大家都不愿意借钱给他，知道它风险很大。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评级机构怎么降它的评级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它不可能在海外举债，只不过告诉大家这家公司的债券风险非常高借钱给他有问题。但是我不相信现在还有人去借钱给恒大。恒大现在呢，解决它的资金链的问题就是2个办法。第一个卖资产贱卖资产，你不想贱卖是不可能的，在这么短时间之内，你说你要卖掉某个资产，接盘的人肯定要狠狠的中间来一刀
所以要贱卖资产，这第一个。他不贱卖资产，他就完蛋。第二个，疯狂的卖楼，疯狂卖楼会有副作用，副作用非常的严重。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后面还有房子要卖，你现在打折打到骨折的话，你后面怎么办？所以疯狂卖楼是肯定的，但是你越疯狂卖楼，市场越不好卖。所以呢，疯狂卖楼还有政府也不高兴。所以真正的能够帮他解决问题的还是什么？卖资产，他疯狂的卖资产才行。恒大这件事情呢，基本上你现在可以知道，就是他是扛不住的了，他应该是扛不住的了，有点难了。除非政府也不会救他，我不觉得政府广东省呢现在做了一些动作去帮他，帮他跟救他是两回事。帮他呢，就是说这3家银行你们到期了，先不要追债，展期一下，做一个展期吧。那3家银行说，既然政府说了，那我就展期呗。但是后面还有很多要到期啊，那怎么办？你广东省政府能够把所有的债权人都打招呼，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他可以帮他一下，但是救不救他，关键看什么，愿不愿意掏钱出来。那我不觉得广东省政府会干这个事情那你想，广信都不救，广信是什么？广信是国企，广信都不救，广东省政府都不救，去救恒大，你这叫什么道德风险吗？所以恒大就是有2个出路。第一个出路是什么？第一个出路就是整体卖盘，找一家白武士来接他这个盘，但是他盘子太大，有没有得接呢？有可能接，有可以接就找个大国企呗，比如说像他排第2嘛，第1不就是万科嘛？万科是不是接一下？但是万科接一下，不知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破产了，破产了。情况今天接到的传单小哥推荐西安新高的房子，首付50到60万，80到90平，我觉得不值，想再忍几年，35岁移民。观点：中国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低端韭菜做了楼市的接盘侠，富人已经套现离场，一线城市要票房买不起，3、4线城市有价无市。中国的房子就是中共设计的骗局，土地不是你的，房子最多70年年限，一辈子给中共卖命，镰刀割向想成为拱城市白菜的猪，多少梦想跨越多少梦想跨越阶层实现改命，最后梦一场。观点：房地产既得利益者太多，尤其是大量公务员都是多套房的实际持有者。房地产改革阻力太大，调控时间不会太久。这是握着房子的人的想法我还是那句话，市场调控来到的时候，不管你有多少利益，他是不会管的啊。请问王老师，政府会给恒大的债务兜底吗？我觉得不会兜底，兜不住底啊，那多少？而且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恒大有多少债，他票面上的债、桌面上的债7、8千亿，这个其实不是问题，问题不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有一大堆的民股实债，就是这个项目借了5个亿，然后又卖一半的股权给他。那实际上这5个亿是什么？5个亿实际上是他的债借的钱，他签那个回购协议，后面有另外一个协议，就是回购协议，过多长时间，在什么范围之内把这50%的股权买回来，多少钱？比如说这借5亿，然后买的时候买6亿回来，或者7亿买回，他是这么借债的。你不知道这个债有多少这个债就多了去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谁敢接？
这个问题很大。就是说，对于政府来说，他不会冒这个风险，但是有没有商业机构愿意冒这个风险，不好说。因为恒大毕竟是老二嘛，有那么多盘子嘛。情况家里有人买了投资恒大汽车的信托理财，信托公司说有土地抵押比较安全，我很担心，不知道这个信托理财值不值得买？嗯，恒大就不要碰了吧，啊，碰它干啥？这个时候还去碰恒大的东西，那别说我们没提醒你啊。观点：中共专制体制不改变，人民永远是韭菜，只是高端和低端的区别。老共很清楚，自己搞的一套是洗脑、欺骗、监视人民。韭菜们为镰刀唱赞歌，也摆脱不了被收割的命运。嗯，非常对，你怎么唱有什么用啊？观点：中国的房子大部分是体制内的家庭手里，好多都是两三套以上，很多是空置的。房产税是致命一招，李嘉诚当年跑的时候就该跑了。李嘉诚跟这个不一样，李嘉诚别人是开发商挣你的钱，你握着房子的人是韭菜，是被收割的，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啊。体制内当然，公务员握的房子是最多的啊，他们也没什么消费啊，吃饭不花钱，平时出门玩乐也有人买单，所以他们手上有闲钱，他们买的房子最多，关系也多啊。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记住，这并不能成为房子不能跌的理由啊，这个很重要啊。很多人一直在强调体制内这个，体制内那个，言下之意就是体制不会让它跌。我们试试看了，你看看跌不跌？观点：房地产应该涨不起来了，政府动不动就出政策干预，谁敢投资房产？提问：王老师好，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不搞大疆创新这家公司？嗯，起哄不嫌事大是吗？我不知道我们你有时间还是琢磨点儿有价值的事情，好不好？情况：据说恒大近期大幅分红，连自己都没信心，在股市套现，谁还信大幅分红吗？不知道，我没有听说。大幅分红不是没有信心，是给大家信心，维持股价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习连任遇阻，会不会在台海或者周边海域发动一场军事冲突，把中断换届的会议往后拖2年，甚至直接发动对台战争？又开始用这个话题来说，换届中断，10年之内不召开换届的会议，再过10年，那些元老差不多死光了，再当10年。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我们不讨论，行吗？情况：和一个监理老师聊过天，商品房设计使用寿命超过30年，住建局就过审放红线，再加上实际建设过程当中的跑冒滴漏，商品房到底能坚持多久？天知道，还想着70年，早就给你安排好了。反正中国的住宅的品质明显是有问题啊。原因是什么？原因当然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检验的人被买通了。如果你检验得到关守住不过，你看中国的房屋质量会有问题吗？没有问题，这就是问题。观点：CCP 开始弱化英文教育，在小学开始融入习思想、党文化，然后整顿饭圈、互联网，一系列操作显示，要新一代继续接受洗脑教育，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不了解民主，这样就更容易控制韭菜。情况：听了前段时间王老师的节目，我把自己上海仅有的一套房挂牌了，2周下来就一个看客。离地铁2号线800米，卖不卖得出要看运气了。有点晚了，有点晚了，现在卖有点晚。大胆的
放多几个价位吧。情况王老师好，坐标4、5线城市，朋友在恒大的项目工作，项目裁员40%，朋友说当地碧桂园裁员20%，绿地裁员50%。我觉得基本上这个趋势已经比较清晰的了。啊，房地产市场的拐点已经出现了，而且拐点信号已经比较明确了。所以呢，我觉得投资者，特别是手上握着多套房的朋友，要考虑一下怎么去部署你的资产。这是一个背景的介绍大家自行安排自己的资产，好吗？观点：从二战到现在，美国代表的一直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不论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它都无愧于世界领袖的地位。川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在短期内或许有一定的益处，但长远来看，这是缺乏远见的。美国需要自由世界，世界也需要它。做一个领导者是必然付出某些代价。有些人或许认为美国应该战略收缩，维护其一些本国利益，但以几百年的历史教训来看，守不住自己盟友的国家必然付出更大的代价。是这样的美国作为世界领袖，或者是作为世界警察，或者作为制度或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维护者，他当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毫无疑问，他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个利益远远大过他付出代价的100倍。大家知道，他付出了代价是没有错，而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他因此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个巨大的利益比他付出代价高出100倍。所以我一直在讲，美国不想付出这些代价的时候，他就要想一下，他是没有办法维持住他之前获得的利益的。他如果失去了这些利益，美国会变成一个二流的国家，会变成一个二流的国家。所以你要想清楚，如果你不想变成二流的国家，你就必须继续付出这样的代价，你不能两头都占，这头呢又想继续获利，这头又不想付出代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世界不是这么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什么叫远见？其实远见就是个很简单的事实，把最重要的事实拿出来看清楚，这个很重要。情况坐标3线城市，让父母赶紧告诉家里人把其他几套房低卖了，家里人死活不同意，我很无奈。OK， 情况现在全国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都在通知捐款，捐少了还通报，必须达到最少1天工资。这是开始，浙江已经带头了这个枝江新军先带头那么其他人得跟上。提问：像目前 CCP 这么专制的体制，并掌控新一代的超强洗脑教育，请问王老师，民主体制的曙光突破点在哪儿？突破口在哪儿？突破在我们每个人的手里。只要我们每个人多做一点，只要我们每个人心怀希望，只要我们每个人为普世的价值观多说一句话，多转发个帖子，希望就在这里提问：请问王老师，国内房地产已经危机重重，中共为什么还在北京和多地打击房地产？不明白，他反应比较慢。他现在还觉得现在房地产的调整是他的调控措施起作用，他不是觉得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拐点，他没这么看法。所以他觉得他原来一直想让房地产市场下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不要涨，第二个呢能够稍微的往下调整一点，这样对他的整个的这个布局是有利，他觉得这样比较有利。特别是他很担心资金往房地产市场跑，整个的实体经济就会失血过重。
但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实体经济不挣钱啊，没办法正常获利，因为成本太高。一个是成本太高，所谓的成本不仅仅是原材料的成本，也不仅仅是工资成本，是整体运营成本都上来了。你想税又上来了，这个社保又上来，各种成本都上来，电又上来，电又不正常，各种成本上来，这各种成本上来的后果是什么？就它没办法低价运作。那么它没办法低价运作，可是市场的消费能力又非常的疲弱，因为大家都很穷。那结果怎么样？实体经济不挣钱，你 CPI 是1个点，PPI 是8个点、9个点，也就是说我进货的原材料进货价格在涨，我卖出去价格不涨，你说什么情况？那实体经济不挣钱，那钱还往实体经济跑吗？所以我们说那个，说我们昨天讲这个去杠杆，去杠杆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去杠杆最大的原因是现在企业不愿意再投资，他挣了点钱就还债去了，挣了点钱就还债去了。银行想找他借钱，他都不借，为什么？我借钱干啥？我现在只能在维持，不挣钱。甚至我营收增加了，我利润都不增加，那我去扩大经营干什么？这就是现在的情况。那钱不往实体经济跑，那要么去股市，要么去，这个房地产，对吗？要么就是出国，出国那边严防死守，股市那边风险太大，还是买房子吧。这不是房地产信仰不就这么来的吗？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所以政府一直在打压房地产的原因是把钱往实体经济那边逼，希望房地产往下走一点，大家钱回实体经济，钱不会去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现在除了出口，没有实体经济挣钱，还有就是上游的原材料挣钱。为什么？国企它一涨价，你没办法，它联合起来一涨价，全是国企，你怎么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呢，他希望他现在看到的房地产调整，他认为是过去一段时间他对房地产调控的措施管用了，他会这么觉得。那过一段时间，当房地产市场出现恐慌性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才会反应过来，所以他现在还会继续打压，不会停。等到出现恐慌的时候，他才会恍然大悟，哦，这不是调整，这是暴跌。情况，北京东郊还在建国际交流园区，本来是北京外部交流功能，现在外部环境和房地产前景不妙。观点：中国房地产快速增长的原因，第一，朱镕基霸住房产业化，把欠中国百姓60年的住宅债一下子甩掉，这个是需求方的原因。二，大量的中小国企借助房地产摆脱困境，土地换资金，土地还债。三，政府不再投资实业，失去了税收的资源。30年过了，内地的大量中小国企灰飞烟灭，地方政府只有卖地生存。四，国际国内的资本市场逐利。五，遇到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啊。住宅产业化、房地产产业化是朱镕基的政策啊。那么朱镕基的这个政策造就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成型。住房产业化核心的是取消实物和货币分房。以前这个人在单位里啊，吃喝拉撒全部都，衣食住行全部都在单位，单位发工资，单位还分房啊，这是维持低工资的其中一个条件。后来怎么办？后来就是单位也没地方盖房子了，那怎么办？我发钱，你自己去买。后来连钱都不发了，就是最后自己去房地产市场买。
这是国企改革的其中一个环节。那么住宅债这个问题，你说有，你说没有就没有，为什么？因为住房不是承诺，不是契约啊。那么房地产市场起来有两个原因，核心的问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叫房地产产业化，这是朱镕基推动的一个政策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政策的话，国企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什么？第二条就是城镇化，就是大量的这个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啊。那么最早中国城镇化只有20%到30%，那么到现在已经60%多，这城镇化已经翻了一倍。那么中国城市的人口大量的增加，增加了房地产的需求。一方面是这个产业化需求，第二个是城镇化的需求，主要是这个啊，主要是这两个原因。提问：杭州的土地出让金全国排名第一，这些年一直靠阿里、亚运会等概念炒作房价。近期杭州政坛大震动，请问王老师，杭州未来的土地财政还会受浙江新军的光环庇护吗？杭州的我不知道它的土地财政。其实我昨天、前天的节目讲过的啊，中国的土地财政已经终结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征地成本已经超过它的卖地收入啊！再讲一遍，它现在的征地成本就是把土地征回来，然后搞七通一平，然后最后把这土地拍卖出去，中间的这个涉及到成本已经高过它卖地的收入，理解吗？所以土地财政，它卖地这件事情是不挣钱的。它是更多的是为了什么？城市更新，满足这个房地产的需要。所以土地财政在这件事情在5年前已经结束了，土地财政在5年前已经结束了，就是在2016年左右已经结束了，基本上结束，大部分城市已经结束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很多人认为现在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是不对的。地方政府现在当然还很重视卖地，否则的话，他地不卖出去，他原来在征地的这个成本他都拿不回来，那不亏大了。这是一个。那么当然，个别城市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这种情况，这个不意外。但是大体上、大面上这个数据已经，你可以去看看数据，数据已经显示，至少3年以上。然后杭州的土地，所以很多人以土地财政为前提，认为地方政府会积极的保持房价，保持房价跟土地财政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财政还是有关系，跟什么？地方政府当然不希望房价跌啊，为什么？他是最大的地主啊，他怎么希望房价跌？对吗？观点：当 A 股市场大部分公司都在逆回购股票时，大股东开始大量增持，说明资金是从房地产流入股市了，否则房地产调控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我没有看到，大量的资金从房地产流入股市的迹象，我不知道怎么去衡量和界定这件事情，这个我评价不了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房地产迎来寒冬，大量的资金会进入 A 股或者港股吗？我没有看到，没有证据显示。你不能说最近股市涨了，就是房地产的资金跑到股市去了，为什么？房地产市场跟股市是两个不同的市场，股市是一个高流动性的市场，1秒钟把股票卖了，明天我就可以从股市把钱拿出来，后天我就可以去买房子，对吧？大概是这样吧。但是你房地产的资金不是，房地产资金你买了一套房子，你再把它卖掉，再套现，
要多长时间？半年以上嘛。啊，房地产市场是个流动性不足的一个市场，所以你今天看到股市起来了，你说是房地产资金过来，那怎么证明？你现在手上有3套房，你明天进入股市，你能进去吗？进去不了，半年以后吧，至少。为什么？你卖房还得一段时间，对方还得去找银行贷款，银行贷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批下来，现在银行贷款很困难。一手房还有，一手房都是银行跟开发商签的协议，而且政府也不反对啊。为什么？因为去库存，政府还是乐见开发商去库存，所以呢，一手房的房贷基本上问题不太大，只要你条件符合，就会批给你，就可以去买房。但是二手房房贷就不好说了，那拖个3、5个月，很正常。而且二手房现在银行的这个省级分行都没有权利，都是直接总行把这个额度批下来。所以你想想看，这个额度是很紧张，一下子就没了。所以这个，所以我们没有这两个不同的市场。你说你能看到房地产的资金往股市流，我看不到。哈，提问王先生上期节目说，权贵企业用10块钱的资产做抵押借了80块钱，那80块钱怎么还呢？没有还呢，没想着还，不断的往前滚啊，资产越来越大，他不还，着什么急啊？10年8年再说啊，还没想过还，理解吗？但他资产不就迅速膨胀吗？这安邦1年之内变成一个万亿的资产，就这么变来的。那我安邦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它除了银行贷款，它还有个叫万能险啊，用万能险的方式一下子圈了一大堆的钱回来，这两头，所以它很凶猛。不还，不着急还，着急还什么？借个几千亿就借几千亿，我资产已经过万亿了，怕啥？提问：手头大概还有几百万的恒大承兑汇票，请问王生，我现在该怎么办？找他赶紧，要不卖掉，有没有人接？有人接就卖掉呗，没人接，反正你找他要是有点难，他都没钱，你怎么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有经验啊。提问：手里有北京的小产权房，无法上市交易，请问王老师，你觉得转成商业产权的可能性还有吗？哎，这不一定没有哦。我印象中是前年，不知道大前年，深圳把所有的所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反正一大批的小产权房发红本啊，发红本。所以你想一下，深圳房价还涨，真是没天理了。你知道小产权房深圳有多少吗？深圳有多少商品房，就有多少小产权房，你信不信？你曾经有过一篇文章，南方周末，后来这个深圳市政府找人封杀那篇，现在找不到了，就是讲的就是这个事儿。那千万不能让人知道，让人知道深圳房价不知道崩成哪样。现在其实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数据不透明，所以投资者都是瞎子摸象，瞎子连象都没摸着，别说瞎子摸象，所以其实是风险非常大。有可能就是小产权房转红本的可能性是存在。北京我不知道，深圳发生过啊。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打击房价，增加供应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之前出台的限售政策降低房地产的流动性，是不是为了增加房地产市场存续资金的量？我不知道你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限售，什么时候有限售政策？哦，限售政策，限售政策的目的就是让你别买呗。限售政策的目的并不是说存续资金的量，限售政策就是你炒房的话，如果你是个投资者，你买了房，当你觉得价格合适的时候，你就把它卖掉。当有限售要求的时候，那投资者你要考虑了，
他说5年才能卖，那你一口气买下去以后，你得持有5年，你有没有想好？那可能有些投资者一想5年太久了，我这笔钱可能待不了那么久，那你可能就不买了。所以其实是降低市场需求的做法啊。情绪给王先生点赞。社会的变革不是一定要大多数都站出来，而是少数人提醒公众、引领公众，非常对。啊，情况，深圳原来是统建楼，也是属于小产权房，现在转成了商品房，有一部分村里建的房子也搭车转成了红本，有一部分是吧？是，反正我知道是转了一部分，啊，转了一部分。反正现在房地产手上握的房地产，想想办法吧啊。OK，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提醒一下，需要翻墙不方便的网友可以考虑订阅我们的 Patreon 啊，Patreon 在我们的视频下方都有链接。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